大家好，这节课呢，我们来讲一下如何画绿色葡萄，就是以绿色葡萄为主题，那么我们去进行一幅作品的创作。那么当然，我们创作的时候呢，其实创作嘛是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就是说，是把我们内心的情感把它宣泄出来。那么当然，我们在课上的话呢，我给大家创作呢，会刻意的去加上一些不同的创作理论、不同的创作思维方法。那么关于我们学会每一粒葡萄、每一串葡萄、每一片叶子之后进行组合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可以无限想象的去想象的、无限的放大的去创作的。就是说，想象空间是非常大的，创作的空间、创作可能是非常大的。那比方说，我们按理说，正常思维，我们是先画主体，先画葡萄，后画叶子，对不对？那么其实呢，我想说的是，真正创作它是没有先后顺序的它是可以很自然的去画的，想画什么就先画什么。我想先画叶子，我就可以先画叶子；我想先画藤蔓，甚至我可以先把藤蔓画好，我再去加一些葡萄再去加一些叶子。对吧？当然我们要有画面一个主题，今天的主题记住一点就行，需要创作一幅绿色的葡萄就是没熟透的葡萄，记住这一个主题，至于先画哪后画哪儿都无所谓。那今天呢，我就来给大家演示一幅如何先从叶子开始创作的这样一幅作品。画叶子的话呢，注意我们既然想要已经确立好了主题，就是说要画绿色的葡萄，那么注意这个时候我们要提前避免一些错误，就是说我们绿色葡萄，那叶子千万不要画成绿色，叶子一定要画成墨色的，因为你叶子也画绿色，葡萄也画绿色，这两个呢它就分不开了，就粘在一起了，就不好看了。所以说呢，我们在选择这个笔墨的时候呢，叶子就要选择墨色。那我们可以先从叶子开始画起当然没问题，对不对？笔尖调浓墨，找点墨成金大号，笔尖上我们调浓墨。画的时候呢，让它水分稍微大一点，水头稍微大一些。笔尖调好墨色之后我们就开始画了。画的时候呢，注意把控好一个大的构图嘛，因为我们是创作，所以说画的时候呢，可以很自然去画。比方说这边我画上一片叶子，看用笔一定要练会我们分开一定要练好，一笔最大的，两笔呢稍微小一点的，这不就是一片叶子的结构吗？和我们平常画是一样的，每片叶子你画到位了之后我们再去画成幅的时候才能顺手到擒来嘛。这边一片叶子，我这边再来上一片叶子，两片叶子感觉还不够怎么办我再加一片。注意这个时候我们不要一直调水分不要一直调墨，而是呢笔尖上我们一直去调水分。大家注意我这些小动作非常关键。为什么调色调墨必须我们要看到就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什么时候在蘸水。我每画一片叶子，我都在调水分。看我每画一片叶子，基本上呢，我都要去蘸一点水分。那这样蘸完水分之后，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通过调水分，叶子是越来越浅的。最开始第一笔是非常重的颜色，后面的越来越浅那么它颜色方面是有一个很强烈的这样一个深浅的变化，自然而然你有了深浅的变化，那么画面当中它就有了层次感嘛。重色的给人感觉是视觉在前，冲击力强，在前面；浅色的自然而然它会往后退是远处的，前后就拉开层次了嘛。我们画画要学到这些理念大家创作的时候也是一样，跟着我的这个感觉思维去想而不是说单纯的一笔一画去照抄照抄的效率是最低的。大家理解好这些方法规律之后呢，自己都可以进行创作的，根据这些理念，自己呢可以进行创作。那接下来呢，画好叶子之后我们可以先找一只雄狼尖毫毫质稍微硬一点的，我们可以呢先把它藤蔓画出来。笔尖调浓墨，笔肚呢颜色可以适当让它浅一点，把毛笔呢调成扁平的状态藤蔓记住它就是起到连接的作用。那么我没葡萄怎么连接没葡萄就直接连接叶子嘛。连接叶子和连接枝的边缘，注意它是连接这些叶子的。看从这儿长出一根藤蔓，从这儿又穿过去，穿过去之后呢从这儿又穿过来，是吗？三片叶子连接到一起了吧？还不够，我们从这儿呢，我们再穿过去一根藤蔓，看
这是不是这些叶子全都连在一起了呀？当然画的时候可以断开一些啊，藤蔓嘛，它很自然的，大家不要画成直直的线条啊，也不要画成兰花的那种感觉，要很有力量感的去画它，对吧？很有力量感啊，你要知道我怎样画着舒服，出来之后呢，既有这种柔软的状态，也有呢给人一种很坚挺的状态啊，不要画成那种兰花啊，甚至水草的感觉，不要画成那种感觉啊。画的时候呢，看连接作用嘛，它其实就是一个连接效果，把它们连接在一起啊，它的一个大的目的就达到了。大目的达到之后，注意还要实现一些小的目标。哎，你看一些小的藤蔓，还有什么小目标呢？就是说，除了连接叶子之外，它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连接啊枝的边缘。就是说，你这个藤蔓是从哪儿长出来的呢？对吧？你这藤蔓你不能凭空出现呀，你是从哪儿长出来的呢？那比方说，我这儿这个藤蔓是从这儿长出来的，这儿有一个葡萄架，从这儿长出来的。那么上面还有没有葡萄呢？上面也可以长葡萄呀，这个地方也有一些葡萄，是吗？哎，上面啊，它可能还有一些葡萄啊，所以说呢，我在这儿也加上一些藤蔓。注意，加藤蔓的位置要注意起来啊。加的位置不是在随便乱加，而是说呢，避开中间的点啊，这是画面的1/2处，不要在这儿加，一定不要在这儿加。加的时候呢，朝左边一点，或者朝右边一点都可以，唯独不要在1/2地方加。在这儿加完之后，这个点会非常的抢眼，那么出来的效果它就不好看，刻意避开它，往这边偏一偏，对吧？我往这边偏一偏，哎，唯独就是空出来这儿，是吧？显得画面就好看。有粗藤蔓了，再加上一些小的细藤蔓，包括这些地方加上一些小细藤蔓，自然而然就生动了吧。包括像这些地方也是一样啊，从这儿穿下去，从这儿再穿上去，从这儿又穿下去。注意，它是有前后顺序的，从后面穿过去，从前面走过去，再从后面又穿过去，是不是有了一个层次感啊？所以说一些小细节，大家注意，小细节非常重要。我们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啊，把这个细节要画到位。这是叶子啊以及藤蔓的画法啊，但是大家注意一下，我们这个叶子呢，先不要画叶脉呢，就是我们画墨色叶子呢，可以等半干的时候再画叶脉，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啊。当然，你控笔控墨控的好，你可以现在画啊。建议大家初期练习的时候呢，等半干的时候再画叶脉是最好的状态啊。注意啊，我们现在画完之后。其实画面呢，它是存在这种聚散的，这边很密，这边很稀疏，这边很多，这边很少啊。通过叶子，其实画面已经出现了聚散变化。那么在接下来我们画主体葡萄的时候，要加强这种对比，而不是说减弱。怎么加强呢？就是密的地方，我们让它更加密集一些；少的地方让它更少一点。那我们可以运用一些调色方法呀，我们的这个绿色葡萄，无非就是藤黄、花青。这两个颜色，要把藤黄、花青调到盘子当中，也可以呢少量的去加上一点点的太白色。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调了呀，蘸点水分，把马尾涮干净啊，调点水分。注意画这个绿葡萄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个特点啊。其实呢，我们可以适当的让它藤黄颜色多一点，花青颜色呢适当少一点。看藤黄颜色多，花青颜色少，这样出来的这个葡萄啊，它不是那种特别酸的啊。如果说你花青加的太多，给人感觉就会特别酸，那个葡萄啊就不好吃。因为我们这幅作品呢，就是以绿葡萄为主，那你画那么酸啊，就给人感觉，哎呦，这不好吃啊，也不好看。藤黄多，花青少，这个颜色它比较暖啊，出来的效果呢，给人感觉啊更加暖心一点啊，它不是那种特别酸的，即将熟透的感觉。好，调好之后，盘子边缘刮一刮，这种刮笔的动作一定要刮一刮，把多余的水分我们给它刮掉，刮回到盘子当中。
然后呢，笔尖上我们少量调点太白颜色，好，让它毛笔当中有这样一个过渡的变化。笔尖是比较浅的，笔肚是比较重的啊。调好这个颜色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刻画了呀。那比方说这边，我想要画上它一串啊，从下面画的时候呢，最好是从下面往上面赶着画，下面的葡萄粒呢让它重一点。看这个地方画上一颗，用笔的方法呢和我们之前讲的都是一样的啊，用握风行笔，笔尖左边一笔啊，右边一笔是吗？两笔组成一颗葡萄粒就行，留出一个小白点儿。哎，这个时候注意啊，感觉水分太少了，我就笔尖上不断的加水分。大家注意，颜色咱们不再调了，不再加了，而是说呢，笔尖上啊不断的去加水分，几乎是每画一颗葡萄粒，笔尖就重新调一遍，每画一颗葡萄粒，笔尖上呢就加点水分，这样出来的效果呀，它自然而然的，它是会有一种渐变的过渡效果，对吧？越往上面去画嘛，这颜色它就越浅。哎，由于我们是从下往上赶着画的，所以说下面的颜色就重，上面的颜色呢它就浅。哎，很自然的呈现出啊这种过渡的变化。好，这边我们也是一样啊，继续画上一颗，整体呈现出一个倒三角的形状。那么我们先画叶子就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呢，这些葡萄啊全是藏在叶子里面的，对吧？发现吗？这些葡萄粒是藏在叶子后面的啊，它是长在叶子后面的，哎，这是一大好处。那么一串葡萄的第一层我们画好了啊，我们注意创作的时候呢是可以把所有的第一层都画好，再画第二层。那我们这个地方画好了，我们哪个地方还加一串呢？这个地方可以加一串，或者这个地方加一串。加在哪个地方更好呢？啊，相比之下呀，加在这边会更好啊，甚至说加在这儿都比加在这儿好。这边我们让它画两串，这边呢画一串啊，调颜色还是一样的，一样的调色方法。先把它第一层啊给它画出来，这边也是加上一串，看用笔的方法呀是一样的。这一串是最大的，再往上面去画的话呢，这一串啊会小一些。哎，第一串比较胖一点，对吧？第二串呢，我们就画的呀稍微让它瘦一点。哎，总之呢，葡萄它也是有形态的啊，每串葡萄它也是和另一串啊长得不一样的。我们最好呢把它的一些特点给它画出来。看，这也是一串，这串就比较胖、比较大，这串就比较小、比较瘦。那还有呢，你比方这边啊，我们也可以画上它呀，也是一样的调色方法。这边是一颗啊，这边呢也来上一颗。哎，这边注意啊，就更小了，对吧？这边的葡萄啊就更加小了啊，葡萄串就更小了。这边葡萄串还多一点，这边葡萄串就更小了。那么这个时候啊，大家注意，其实呢，我们这三串葡萄是有点一条线了，是吧？啊，是有点串联到一条线上了，怎么办呀？给它破一下。这就是创作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的调整画面的一点，就是需要我们头脑呢一定要保持清晰啊，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随着这个趋势去随机的去进行一些变动。那突然间感觉这三条啊有点串在一起了，怎么办呀？调整它嘛，给它破除它一下。怎么破除呢？啊，不好破除是吧？从这儿注意，大家仔细看，从这儿呢再加上一串，从这儿再加上一串之后，那么整体的这一大片就会形成一个整体的整体，对吧？是一大片，给人感觉呢就看不出这儿是两串，这儿是一串了，而是说呢这儿是一大片三串了啊，视觉中心它就不会这么明显了。大家感受一下。目前的视觉中心1、2、3非常明显，我们在这儿再加一串，给观者的视觉感受一下就变成这个地方是主体，这个地方呢只是一个小小的陪衬而已，那么它就不会给人感觉是连成一片的、连成一条线的感觉了。当然我们这个线连的不是那么太准，是吗？
是错开的。但是说呢，为了更好的一个绘画的体验更好的一个画面效果，可以在这儿再加上一小串，出来效果会更加生动。那么再加一小串，我们怎么加？还画绿色的吗？可以呢，给它稍加变化，以绿葡萄为主，然后呢，可以绿葡萄稍微带着一点红气儿，调颜色还是一样的，笔尖调太白，只不过呢，笔尖上的太白我们又少量的加了一点点的曙红颜色，注意，少量的笔尖加了一点曙红，调好这颜色之后呢，我们在这儿再画上一颗变样了，有点像熟透的感觉。我笔尖上呢，我再调点曙红，注意一定要少，一定要加的少一点。我再画上一颗，又有点即将熟透的感觉，还不太够。我笔尖上呢再调点曙红，通过这样的添加那么画面呢，它就变得非常生动了嘛。我们的视觉注意力给观者的视觉注意力一下就发生了转移本来是一条线，加上这么一点之后，视觉点、视觉焦点一下就整体都放在这一块了，有绿的，有发红的，有了层次感，这一点就避免开了。所以说呢，我们画画这个思维模式一定要放开一定要灵活。我们创作的时候呢，会难免遇到各种小问题，但是呢，大家要想尽办法去把它调整回来。因为画画的话呢，每幅作品当中，包括齐白石大师的作品，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那么怎么去把不好的一个局面，把它转变成好的局面？就像我们平常下棋也是一样，本来这个画的不好这下的棋不好但是呢，想尽一切办法把这输局把它扳回去那么有时候扳回去之后，这种过程这个创作的心态，下棋的过程，这个反而比输赢更好看。我们画画也是一样，创作的过程其实呢就是我们进步的一个过程把这个思考的过程一定要好好的去思考它对于我们后期的大尺寸创作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好，我们藤黄加花青，花青颜色呢适当多一点，可以少量的加点这个曙红颜色花青多一点。那么呢，我们开始画出它第二层次的葡萄粒，第二层次葡萄粒嘛，这个我就不再多讲了，大家都知道，全画成半颗的是吗？因为有遮挡关系，全把它画成半粒的。中间这些地方，把它填补的地方该填补的把它填补一下，这个层次感就加强了。这边也是一样。这边给它加一加，对吧？加强一下，这边也是一样的，加一加。层次感嘛，加强包括像这边也是一样，层次感给它逐步的加强，哪个地方凸出来，哪个地方凹进去，给它表现的交代清楚一些。注意画的时候一定要有凹凸变化不要把它画平，有了凹凸变化，这画面才生动。给它加一加，远处的也不能丢掉远处的这些葡萄粒也是一样，层次感不能丢掉。然后呢，我们再找一根小楷毛笔，把它的这个
葡萄串啊，给它加上，调一个浓浓的3绿色。这个我们就不要调花青和藤黄了，因为花青藤黄在这个画面当中已经有很多了，所以说呢，我们尽量避免开这个颜色啊，少量的加一点可以，但是呢，不要加的太多，避免开它，对吧？直接用3绿颜色去画它，3绿色画出来之后呢，它和这个我们之前调的草绿颜色是差别很大的，那么它是有一个视觉冲击力的。如果说加的草绿太多，那么这个3绿啊就不明显了，加和不加啊就区别不大了。那区别不大，我们加它干嘛呢？是吗？就没有必要了。所以说画的时候呢，可以啊少加啊之前调的那绿，直接用3绿去画它。画完这些之后呢，我们调一个浓墨，调一个很浓的墨色，画出它的这些小果脐。中间的果脐点在中下方，右边的果脐啊点在右下方，左边的果脐呢点在左下方，对不对？就不一样的。对吧？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幅作品嘛，其实就已经接近尾声了。这个时候呢，这些叶子啊也已经干的差不多了，半干的状态。我们调浓墨啊，用小楷毛笔调浓墨，在这个基础上呢，开始加它的叶脉啊，注意加叶脉嘛，要注意提按啊，按下去提起来，看它是有提按变化的。这种状态下呢，它不会特别晕啊，它不会晕开的。加上提按，有些地方按下去提起来，用笔呢有提有按啊，出来效果呢它就更加生动了。这边也是一样啊，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按提，加上这些提按的变化啊，画面它就显得更加生动了。再有这个叶脉啊，不用加的太细啊，可以适当粗一点。别看我们用的是小楷毛笔，但是呢，这叶脉可是一点都不细啊，很随意的去画它就行。包括像这个地方，感觉墨色太重了，调点水分，给它浅一点，对吧？就可以了。有粗一点的，有细一点的啊，这个变化一定要丰富起来啊。好，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这幅作品画到这儿啊，层次感也有了，但是我感觉层次感还不太够，我想再加上一些更强烈的层次感，怎么办呀？我再加一个淡墨，我再调一个淡墨，笔尖啊略浓，笔肚呢略浅，调好这墨色之后，注意我在这儿再加一片叶子，看，1、2、3，我从这儿啊我再加一片叶子，注意我加这片叶子是有目的的。有什么目的呢？就是说，它不是一条线嘛，我把这儿破一下它不就可以了吗？也是在围绕刚才那个，对吧？不是那么太完美的那个地方，我给它破了一下，这边我也加上一笔，那让它这边更加密一点，这边更加稀疏一点。包括呢这儿本来是有点齐，怎么办啊？加上一片叶子它就不好了嘛，加上一片叶子这儿就断开了嘛。所以说有时候呢画啊是画不坏的啊，就是大家记住。在某种状态下来讲，画是画不坏的，看你怎么去调整它。你只要有能力啊，有功夫，那么构图方面啊，你很自然，创作的很自然，那么呢，你画的作品，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画不坏的，都可以调整过来，都可以调整它的嘛。这儿再加上一些这个葡萄串啊，这个葡萄的藤蔓啊，不就可以了吗？对吧？一幅创作啊，一幅简单的创作就完成了。你说我还想再丰富它，也是可以再丰富的啊。其实像这些地方呢，干了之后，它是有这种墨色变化的，对不对？如果说再想丰富的话呢，可以调一个3绿色，比较浓的3绿，
点上一些小点儿，增加画面的一个层次嘛。它不是浓墨比较重嘛，加上一些层次，这个层次其实加的非常到位啊。就是说你像这幅作品当中加这个3绿是非常漂亮的。为什么呢？因为整体的画面呢绿色和墨色就这俩颜色欠缺一个中间过渡。那怎么过渡啊？通过加点儿，叶子上面有绿色葡萄上面也有3绿，它是有一个相互呼应的关系的。所以说呢，加上一些3绿反而会把画面变得更加协调一些。这也是创作的时候呢，边想边进行构思的。一边想一边呢就在想，是不是加上一些更好看按照自己的审美嘛，一直强调大家学画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立审美习惯不能人云亦云。你说别人说怎么好，你就必须要怎样画，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有自己的独立审美习惯的，根据自己的审美去画出来作品才真正属于自己，对不对？也是才真正才是创作好，那么我们再提个字。好，最后呢，我们再扣上印章。扣印的话呢，也要考虑一下画面的一个构图。那么扣印的话呢，比方说我们可以扣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扣一枚。之后呢，我在它的下面我再扣一枚印章。2个印章之间呢，隔上1个印章的距离至少要隔上1个印章距离。2枚印章就可以了。那么第3枚的话呢，可以扣可以不扣，比方说可以选择扣在这儿也可以呢不扣也是可以的就让它这边比较满一些这边呢稍微空一点。扣的话呢，也不要扣在最下方，稍微靠上的位置会更好。比方说我们扣在这儿，扣上一枚压脚章，好，整体的画面就变得丰富起来了。印章也是有一定讲究的。这幅作品的话呢，你像我们题字题在这儿了，那么扣章的话呢，我选择了2枚，一枚是姓名印，一枚是字号印。这边呢选择了一个压脚章或者是呢，你说题字题在这边提个穷款只提名字也没问题但是最好的一个状态是题在这儿，是填补画面的一个构图的一个缺憾的。题字也是一样，大家呢也是要有自己的审美习惯。你说我题在这儿可以想象一下，我题在这儿好不好？或者我题在这儿好不好？这也是一个关于创作的一个心理过程。好，我们这节课呢就讲到这里。